们2014年结的婚，自从我生完2胎以后，他就没有之前那么关心我了，对我越来越冷漠。现在我一个人得养活全家，我的压力很大，但是他根本不理解我，还老是跟我发脾气。我是真心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但是他现在特别嫌弃我，跟我待在一块儿就烦，我感觉我们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，但是我一直用我的实际行动来爱他，可他就是感受不到，还老挑我的毛病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赵先生31岁，来自北京，货车司机，有请。张女士30岁，来自山东，全职主妇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两个人还挺现代哈，摇一摇摇出来的是吧？对，因为微信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功能还是，就是挺新颖的，就想试一试嘛。啊，就正好匹配上它了。哎呦，这一配就配了这么多年是吧？配成夫妻了，还有俩娃是吧？对，开货车的，对，长途的，经常跑长途。哎呦，辛苦辛苦这职业。说你夫人过去也跟你一起跑是吧？对，她这个之前是一起跟我跑的，现在在家看老二。从我怀老二以后，他就让我在家待着了，他就不让去了，因为经常要做产检嘛。哦，对，怎么样？老二生了之后更幸福了？没有，要不然也不会上这儿来。不是，你们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儿怎么了？我们这儿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想让老师给调解调解嘛，因为很多问题。啊，那你说说什么问题？就是他是开货车的，然后原来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他开货车，比较心疼他，就想替他开会儿什么的。但是我怀了老二以后，他让我在家待着以后，他就经常跑长途。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说你就跑近一点的，每天能回家。然后有的时候你也陪我去做产检去，都是我一个人去坐公交车，一个人交费，一个人拿药什么的，不容易啊。对，为啥呀？为啥非要跑长途不跑短途？能多陪陪家人？跑长途也是为了这个多挣一点钱嘛，因为当时快有老二了，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。哦，我得给你挣钱呀，能理解吗？其实挣钱的话，进出也可以的。哦，进途也可以，因为你也跟着跑过哈。对呀。所以在你心里，你觉得他是躲你是吗？我就感觉他不想陪我去，他感觉就是来回去医院就挺麻烦的，因为要等结果，然后什么的。行，我听他们说这个，在你产前前一天，你还开车上5环6了一圈，这是为啥？这妈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要去医院待产前一天嘛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，咱准备东西，咱赶紧去医院。然后他人是回来了，但是没待一会儿，我就没找到他人。去哪儿了？当天晚上和这个车队长和调度一起去吃饭了，因为这个马上他要生了嘛，得停车挺长时间的，跟人家打声招呼嘛。哦，然后你就在5环上开了一圈车？没有，他没跟我说。哦，我生气的就是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态度。啊，就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干嘛去了？他说吃饭去了。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说你别管了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哦，态度。我再打他就不接了，然后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。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这当时刚开始吃，给人这个撂那也不太合适啊，所以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啊，你这开了一圈是吗？我就比较生气，孕期嘛，就感觉情绪比较激动，一着急，然后就想着开车出去溜一圈，他回来了找不着我，还不给我打电话给我认错，结果我出去了，他回来给我打了1、2个电话，态度还特别强硬，说你干嘛去了，赶紧回来，就这样。着急啊，那可不是吗？这明儿就要去医院准备生娃了，你这见不到你着急啊。可是他可以换一个方式呀，他态度那么强硬，他再打电话我就不接了。那你回家了吗？我想让他多打几个电话，然后我就接了，然后再回去。就是渗他一下。那你这一夜去哪儿了呢？没地儿去啊，因为我是远嫁到北京来的啊。然后我就开车上5环了。你不会说开着车在5环绕了一宿吧？对。对呀。真绕了一宿，沿着5环，开的什么车呀？
开的小车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以为把家里货车开走，那可急死人了，绕了一宿啊。对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也不打电话叫我回去，然后我就自己回去了。厉害，你没去找？我当时这个回家之后看车没在家，他也没在家，当时挺着急的，给他打电话。这找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呀，然后给他打电话，我让他回来，他也不回来。当时挺着急，说话可能这个稍微口气硬了一点。后来再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了。这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然后给那你在床上睡得那么香？这一直等到你这个3、4点钟也没见你回来。这后来我躺床上那天也实在是太累了，躺床上这不知不觉这睡着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4、5点钟吧。车还有油，我操！我的天，你真可以。然后就去医院了，生产过程顺利吗？也不顺利。哦，咋了？因为我是要剖腹产嘛，孩子比较大，然后他听人说这个镇痛泵没用，他跟人医生说不用镇痛泵。到手术室里边，他不是全麻，然后医生跟我们聊天嘛，然后说你老公说不用镇痛泵，我以为说给我开玩笑，结果我出来以后是真没有镇痛泵，特别疼，麻药过了以后就是刀口疼的我都哭了。当时我听这个朋友说这个镇痛泵这个不管用，所以就没选择用。这一件事我确实做的也有点不对，但是这个上不完了吗？这个生完了这就上不了了，这个镇痛泵。啊？你们虽然生过都不知道是吧？没有呀。他要在术前放在后腰上。当时我也挺后悔的，这没给他用，也听朋友说的。然后看他这个疼的这么难受，我也挺心疼的，对他这个挺愧疚的。回去给父母点钱，让父母给他买了一些这个营养品啊。然后我从网上也给他买了一些营养品，让他这个好好补一补身子嘛。哎，行，但是这仇你记下来了是吧？对，我给他们家生儿育女，他竟然为了省这2个钱，连镇痛泵都不给我用。行，这我们也帮他记下了。还有啥？就是他对我花钱特别吝啬。咋吝啬呢？就是我骑电动车，然后跟车撞了，然后脸上也受伤了，磕掉了8颗牙。就是时间比较长了，然后牙经常发炎，我就经常去医院嘛。然后医生说，要不然你做一个种植牙吧。就是这个用的时间也长，如果你保养好的话，能用一辈子。回来我就跟他说了。然后他不同意，后来也不是说没给他换，给他种了，但是当时回来听他说他需要种8颗，得花13万呢。我就一个开货车的，这个钱对于我来说，这数目也不算小，挺多的，因为家里就这点积蓄，给他花了就没有了啊。理解。后来种没种啊？种了。不是还是给您种了吗？那您还说他干嘛呀？可是他也特别不痛快，特别不情愿。行，这又是一笔花钱不情愿，啊，说吧，还有啥？他老感觉经济压力大，实际上是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。他出车回来了以后，每次都带孩子出去吃饭去，还吃西餐，然后逛商场，然后看见什么就买什么，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，给孩子买一堆的衣服。他平时上学就穿校服。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呀？还有好多没穿，他就已经小了。他紧着点过，其实没什么的。这是因为我这个平常在家时间比较少，陪孩子时间也比较少，我只能说在这个经济方面多给孩子一些这个补偿。不是这个吃西餐带您去吗？带。我以为他只带孩子呢，也带你，那你还抱怨什么呀？买衣服给你买吗？不买。问题出在这儿，咱再往下听啊，看这妻子还有什么不满意？说。就是我怀孕的时候，就是不跟他去了嘛。然后我就想着他在外边那么辛苦，我就把家照顾好了呗。对。我就带着公公婆婆出去逛逛街，吃饭，然后就给我婆婆多买点营养品，这他都生气。你说多自私！还是给他爸妈花钱呢。这俩人今天是来花式互夸是吧？来，为什么呀？我听听呀。这是因为这个钱都是我挣的，然后他给我父母花钱，他总在我父母面前装那个老好人，让我父母现在开始这个管我。这以前我父母也不怎么管我出去吃饭什么的，但是最近1年总说我，比我过去30年这说的都多。
哦，这钱花的值啊，就把公婆全部拉到你的阵营里了，是吧？其实不是，因为我婆婆原来有点脑血栓啊，就是我想着多给她买点营养品，然后少生病嘛，这样不也是为她减少经济压力嘛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再就是她确实是挺辛苦的，我们老大都是她在看着，然后做饭也是她老人家在做着。行，反正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就好。其实人不是向着我，他太过分了。我还怀着孕呢，他都不关心我，他就出去跟朋友吃饭，然后打球去了。公公婆婆给他打电话也是，感觉他太过分了。你不多关心关心我，你跟朋友去干嘛去啊？这我回来时间本身就比较少，那谁还没有2、3个朋友了？那我也需要交接。跑车回来累了，想娱乐一下。但是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，妻子肯定就不满意，是吧？对。什么事儿最让你伤心？就是我是山东济南的嘛，远嫁到这边来的。我生完老二以后，然后我爸妈就是家里开小卖部的嘛，然后脱不开身，就是只让我妈来了待了2天。我就想生完孩子，我们爸还没见过呢，老人家肯定想看看孩子嘛。是。就是说坐完月子让他带着我回娘家。啊。他这都不同意。为啥？是因为那会儿11老二刚出完满月，孩子太小了，开车得开4个多小时，我怕孩子受不了，我说过一段时间再回去，但是他这不同意，然后他这自己就开车回去了。你自己开车？对。带老大谁管啊？老大自己坐着。老大多大呀？老大7岁。男孩女孩啊？男孩。7岁的男孩。老二男孩女孩啊？女孩。哦，一7岁的儿子坐车里头，看着一个7个月的妹妹，4个月，4个月的妹妹，你自己开车，4个小时路程，对，开回济南，对，你那么大胆儿啊！我特别生气，正好赶上10月1嘛，让他陪我回去。再说了，老大也说想去，他说过几个月去，那老大又上学了。那让老大感觉我是不是太偏心了，只带老二不带他了呀？哦，但是你11不都堵车吗？高速上多堵啊！你们没堵啊？堵。你看看，回去的时候还挺顺利的。哦。但是回来以后，然后堵车，然后又加上下雨，下大雨，然后时间比较长，然后老二就开始哭，一个劲儿的哭。可不是吗？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，只能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去了。啊。正好这边这个警车从这边路过，然后就过来了嘛。警察下来一问，看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，还挺同情我的。就是天津的交警。天津交警。对。那有人情味了，肯定给你送到交界处了吧？对，给我送过交界处，正好送过堵车的那段了。然后我回来跟他说，他还说这不是你自找的吗？他当时开车走你都不知道啊，兄弟。他走时候也没跟我说，我第2天给他打电话才知道。他当天晚上老婆孩子，他第2天早上走的。哦，第2天早上走的。对，然后我第2天看他没在家，孩子也没在家，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走了的。那你当时心情是不是欢呼雀跃啊？终于走了，我自己玩6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个心情？不是。那你为啥不坐个火车追去呢？当时也挺那个担心他的，给他打电话什么的，但是我怕我这个开车追他去，这怕他爸妈以为我们俩吵架打架了呢。我也是这个这么大了也要脸要面儿。不就是吵架了吗？所以今儿来干嘛呀？就是想让老师们批评他一下，让他改正一下。让他改啥呀？就是我就想他能在生活中多关心我，然后跑车的时候也尽量别训我了。都不带你了还训你啥呀？以后等孩子大一点，肯定还是要跟他去跑车去的。这个行业太危险了，还是2个人开比较安全点。对，反正你就缠上他了，就是你走到哪我都要黏着你，对吧？算是吧。那我就问几个问题啊，这个还爱他吗？爱他。你觉得你幸福吗？还幸福。别呀，干嘛犹豫啊？幸福啊。喜欢他吗？原来喜欢。现在呢？现在就那样吧。啊，那还爱他吗？暂时不爱。呵，你这回答厉害啊！行，高，还要跟他过吗？
看他表现。哎，你们那会儿微信摇上的时候，你怎么就决定远嫁的呢？我感觉他当时还挺体贴的，老陪我聊天，净说好听的。现在呢？现在跟他朋友说的多，跟你说的少。对，7年之痒了。7年了，挺幸福的呀。为什么有些人过得那么幸福，还是想更幸福呢？老师们，你们看看，人家诉求该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甘娜老师羡慕的嘴都那个什么了是吧？这真给我难住了，你还要咋样？没有，他都不给我用止痛棒。这事儿不过去了吗？我能记一辈子。这个我倒是理解啊，就是说你俩真的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虽然已经很幸福，但是你们俩现在处在一个盲区，就是看不到对方的好，然后不知道自己的福。你们不知道我们都羡慕坏了吗？儿女双全，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老婆，不给你找麻烦，跟婆婆关系搞得倍儿好，这是您的福呀，对吧？对对。我跟你说，您要找一个挑事儿的媳妇儿回来，您在大车路上你就一直接电话吧。你妈又怎么了？你妈又怎么了？然后那边是你妈跟你说，你看你媳妇儿怎么回事，你就更开不好车了。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福啊。同样，太太也是说到这止痛泵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要提前上的，他也是道听途说呀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埋怨说你连止疼泵都不给我上，他肯定是听别人说啊那个不好，没有作用，反倒白上。他真不是心疼那2个钱，他都能带孩子去吃西餐，照你的话来讲那么浪费，都不懂得节约，你觉得他会在孩子身上省钱吗？在孩子和你身上省钱吗？不会的，他就是没有这个常识。就像我们一样，生过孩子的人都不知道，哦，这止疼泵是要只能在之前上，之后上不了的。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揪着这个事儿不放。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儿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把这个结儿打开了。他不是因为不舍得这2个钱，他是因为不懂。你可以怪他无知，可以怪他之前不做功课，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疼我。其次，接下来你说带着孩子去吃西餐，大手大脚的，不是对你们的孩子好，怎么你也吃醋啊？不是，因为好多没必要的钱。没必要，我觉得那牙也挺没必要的。除了种植牙，也有其他的方式啊。你不知道你们家里有多少积蓄吗？你指责他说你都不舍得给我花这个钱，更何况人家后来给你花了呀。你这不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吗？还有说到那个开车的问题啊，我真不建议你跟他一起跑车，那样不是拉近你们俩之间的关系，其实是在让你们2个人之间亲密关系反而变得疏远。你在家好好的带孩子，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挺好的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你是不是刚生产完没多长时间？对。所以你现在是处于那种焦虑的情绪，就是作一作闹一闹。你就多给予他一些关怀，因为他现在处在特殊时期，过了这个时期，他这个劲儿就过去了。但如果你要在这个时期让他过不去，你一辈子这个坎儿都迈不过去，就像这个止疼泵一样，他能说一辈子事儿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也知道一下自己的福到底在哪儿啊！谢谢。男生，你真的懂了？懂了。能做到吗？我真觉得你够呛，因为你们婚姻中一个核心的点你没有看到，就是你太有安全感了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我无论什么状态，他都会依然爱我。